铜镜里映出长发如雪。狐狸洞设了结界，看不到里面的状况。他成为女君之后一直深居简出，一待就是10几年不出门，全然不似从前的性子。这些年来他过得如何，是否适应理政，是否心烦意乱，他一无所知。那容颜还在记忆里清晰存在，可残存的温度却逐渐褪去。终究是过了300年，又怎能鲜活似昨日？司命写完几位神仙历劫的命簿，揉了揉干涉的眼睛，仍觉得不解乏，干脆起身到院子里走走放松一下。刚开房门，就看见帝君经过，往太晨宫宫门的方向走去。帝君这是要出门？是。帝君略微放缓了脚步，对司命说：“拿上备好的贺礼。”贺礼？帝君这是要去参加寿宴？不是还有2个时辰才？帝君瞥了一眼司命，司命顿住，接着说：“小仙这就去拿上贺礼和拜帖。”司命又觉得有哪里不对劲，追问了一句：“帝君今日为何穿得如此之素？”这次四海八荒的神仙赶来，不仅是给天君拜贺，也早已听闻子府少阳君之名，特来一睹风采。您平日里穿的紫袍，帝君像是没听到一样走远了。司命样样的自言自语，怕是洗了没干。凤九犹豫着今天穿什么。他虽是只火红的狐狸，但化身为人时却不大爱穿正红色，觉得气场太强，不符他本人的性格。今天之前他只在2个场合穿过正红，思想的触觉像是碰到了利刃，生生收了回来。凤九摇摇头，不做多想。本想着女君装出席，可寿宴上天君才是主角，自己只要默默融入背景色就好。更何况脑海里响起一个声音：大红大紫是喜庆色，两两相望，不是莫大的讽刺吗？那以前爱穿的嫩粉烟粉色呢？现已是女君，不能再触碰那样稚嫩的颜色了。那些衣服都带有记忆，他不舍得忘记，也不愿再见到。现在再穿，竟像是对过去的冒犯。还是和小叔叔一样穿越白色吧。凤九与白珍一同带着米谷出发了。凤九来到宴会入口时还有些忐忑，他有些不知怎么去面对。他不知他会不会参加，毕竟是个不理闲事的神仙。可想到看不见他，凤九又悠悠地升起一种失落。熙熙攘攘的人声提醒他已经到了宴会厅，凤九这才抬起头，向着天君行礼祝贺。青丘女君白凤九恭贺天君寿诞，凤九不敢在众目睽睽之下看别的地方，只敢用余光扫过座次。没有那抹紫色，凤九略松一口气，心却不知怎么反而沉了起来。此番带了青丘特有的月狐珠，是用狐类等材料在月光下炼制而成，有凝神的功效。米谷跟在凤九身后，打开手中的匣子，一颗半透明的珠子收于匣内，中心略显乳白，外沿偏透明，闪着清辉。哦，配方竟有珍贵的狐类，毕竟你们九尾狐一族极少流泪。天君十分好奇，既是泪水，如何凝神？回天君，此方中的泪水有喜悦之泪，亦有伤心之泪，喜怒哀乐互相调和。月狐珠经历诸多情感，久久归一，方得云淡风轻，故而安神。凤九娓娓道来，神色飞舞。本还想继续夸耀一番青丘的宝贝，又想起自己已是女君虚有姿态，便敛去了神情里的光芒，不再多言。原来如此，历经沧桑之后的心如明镜，确实神思宁静。你们青丘看似洒脱不羁，反倒最懂人世间的道理。天君对着凤九示意的一笑，拜贺流程结束，凤九起身转而入座，轻轻按了一下胸口，确认铃铛不会在入座时发出声响。米谷跟在他身后侍立。此时下一位拜贺者已经在殿中说着贺词，凤九终于得空，扫一眼人群。天君座位下一级左右各摆着2张案几，一侧坐着太子和姑姑。太子难得一见的不再穿黑色，改为浅蓝灰色，凤九从没见过他穿这样。他有了姑姑后，确实很多习惯都改了。姑姑也是一身水烟蓝，和姑父同一个色调，两人远远望去极其般配。另一侧的位子上慵懒地斜坐着一位神仙，头朝着帝君的方向，故而凤九一开始没能看到脸，但当他目光扫到那个位置的时候，还是颤了一下。这侧影唤醒了疼痛。他不是素来不爱这些聚会吗？他怎么穿了这身衣服呢？帝君依然保持着撑额角的坐姿，并不知道凤九在遥望他。
凤九也不敢多看，迅速收回目光，又四下瞧瞧，暗自庆幸无人发现。天君照例与众神众仙喝了3盅，就退席到会客厅会晤议事。恭送完天君，凤九心想，连寿宴都不能开心自在乐呵一场，工作见缝插针，难怪帝君主动辞了帝位图清闲。想到这里，凤九不禁瞟了眼帝君，这一瞟吓一跳，东华帝君正从斜对面淡然望着他。凤九抖了一下，急忙闪避那眼神，却又怯怯地抬眼望回去。目光再次对视后，东华徐徐把杯中酒饮尽。他这是在敬酒吗？凤九有些不明白，毕竟对方并未向他举杯，要是对方无意，自己主动喝酒了，就丢了青丘脸面。可论阶品，帝君已在饮酒，无人敢不随杯，即便天君位高权重，也要客气陪一杯。凤九迟疑地伸手握着酒杯，正要举起，却被一个声音打断：“这位可是青丘女君白凤九？”凤九转头，面前站着2人，一老一少，衣服都是蓝色，但一深一浅，看着也是仙气十足。正是，不知您是？老身乃西海水君，这位是老身的次子蝶风。闻得对方身份，凤九立刻起身行礼。小殿下可是随白衣上神同来赴宴？西海水君问道。没有呢，我和小叔叔代表青丘来的。狐族一向鲜少出门。凤九回答道。他觉得西海水君笑得虽然慈祥，但有些自来熟的亲近，他免不了想远离些。反倒是二皇子风姿卓越，一身清冽的气质，和他爹不同。原是这样，那你的小叔叔现在在何处？西海水君的追问把凤九问懵了。是啊，明明和白珍叔叔一同出了狐狸洞，半道把他忘哪了，凤九全然不知。都怪自己一路上都想着另一个人。米谷在凤九耳边小声提醒：小殿下，方才我见到了折颜上神，白珍上神也许在他那里。不料这声嘀咕被水君听见，他接着说：那就烦劳这位小仙带我去拜会白珍上神，我有事想与白家人商议。说着他又看向凤九。随同为君王，凤九不敢和前辈同列尊位，总是恭谦为诺，西海水君开口，他不好推辞。米谷，折颜素来喝2杯就退席，现在许是在哪偷闲，你带水君和二皇子去寻我叔叔吧。米谷领命，恭敬地请水君先走。二皇子却没有要走的意思。凤九疑惑地看向二皇子，二皇子淡然迎着凤九的目光，定定地回应着他。早就得知父君有意与青丘结缘，他身为昆仑虚弟子之首，纵使听闻那狐族的女子如何花容月貌，也终究不感兴趣。有次在西海的龙宫里看见一妙龄女子趴在知音怀里哭泣，泪眼汪汪，让人甚是怜悯，也不知遭受了什么伤心事。略一打听，方知是青丘小殿下。父君竟是想将她嫁与我，这样貌行事看起来也就是个小女孩的样子。还听说因为不知天高地厚的喜欢东华帝君，屈尊到太晨宫做了几百年婢女。他蝶风虽不觉得狐族女子出格，但也明料不是他会动心的类型，以至于白衣上神竟在西海就开始收拜帖，这般如此急着嫁女儿，让蝶风把青丘白凤九的名字又往他的世界边缘推了推。直到弱水河一战后，仙界流传的流言里不乏东华帝君法力尽失，凤九挺身相护的桥段。蝶风不相信曾经的天地共主需要谁来保护，觉得众人都过于八卦，流言应止于智者。但他无法绕开另一个传闻，青丘小殿下不知何故曾在昆仑虚疗伤，传言是那边是小殿下自断一尾，想在三生石上刻下东华帝君的名字。但这个流言只在昆仑虚内闻的只言片语，出了昆仑虚无人知晓。如若真爱一个人能为之断尾，这份情诚然令人感动。如若这传闻是真的，那他蝶风还真是看低了这个小殿下。他略感诧异，开始对白凤九这个名字有了点好奇心，怎么有种错失良机的感觉？小殿下，在下蝶风，在昆仑虚的时候曾与知音是师兄妹。一听昆仑虚，凤九的眼睛就亮了起来。你是昆仑虚的人？正是。蝶风回答的简略不失礼貌，一副翩翩公子派头。那我姑姑有什么奇闻异事吗？凤九心想，要是抓着什么把柄，
以后姑姑在教育他时，他就可以抖出来抗衡了，不免有些得意地笑了起来。可反应过来自己身份，又故作严肃地隐去了笑容。殊不知这一笑一隐，旁人看来似有娇羞之意。你姑姑啊，趣事可多了。蝶风想起调皮的小17，就泛起个宠溺的笑容。此处闷闷的，要不小殿下随我到园子里走走，我给你仔细道来。要离席了。凤九这才从八卦思维中抽身，向帝君座次望去，那里空无一人，帝君不知什么时候走了。凤九的心没来由的难过了一下，却听见蝶风礼貌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：“小殿下请。”凤九本没想好要答应要出去，但蝶风自作主张的引导他，却也不排斥。反正套隐私八卦总不能在人头涌涌的地方吧。凤九随蝶风出了宴厅，西海水君停下脚步，回头目送二人远去的背影，微微一笑，才又随着迷谷继续走。殿堂后方是一个湖，荷叶连连，沿湖有条木栈道，一边是湖水，一边是树林，风景极美。凤九和蝶风散着步，待稍微远离了点人群，凤九便迫不及待地问蝶风：“快说吧，我姑姑她以前是怎样的？”蝶风与他说了许多知音的趣事，说到墨渊从瑶光上神水牢里救出知音时，已不觉走到了湖对面。哇，墨渊上神夜他救我姑姑的样子一定很帅吧？凤九脑补着画面，竟不知雕塑一样的战神竟有如此护犊的时候。师父自然是风采非凡，昆仑虚大弟子提起师父仍是神采奕奕。这世间比墨渊还帅的神仙也没几个了。凤九见蝶风欣赏师父的模样，顺势夸了句，满心希望蝶风洗头上爆更多料。谁知蝶风却无奈的一笑，眼神里似有遗憾。师父风华绝代，然而错过了心上人。什么？心上人？墨渊竟有这等花边？我要赶紧套出来告诉姑姑。不知是何人能入得了墨渊上神的眼呢？小狐狸强忍着迫切之心，兴奋的尾巴都快露出来了。蝶风叹了口气，望向湖水，缓缓开口：“师父他为人低调，当初就是因为太过内敛，隐藏了感情，不是熟悉亲近的人根本不知情。我因大弟子方猜出一二，既是猜的，就不应妄议，岂能乱嚼舌根？”横空出世的一个声音让凤九打了个冷战。树林里转出一个人来，白衣翩跹，银发飞舞。见过东华帝君。蝶风反应迅速，自知言多失礼，他未曾想过会遇到帝君。平素里他蝶风也不是个嘴碎的人，今日不知怎么就对着凤九说了这么多。瞧着身边的凤九还愣着，又低声喊了他小殿下。见过东华帝君。凤九直到被蝶风喊了才反应过来，双膝微蹲行了个万福礼，又想起这是几百年前做婢女时才对帝君行的礼，马上改变手势，补上一个女君的恭敬礼。眼帘扫过帝君的身段，发现他腰间别着个他从未见过的玉佩，尾坠毛茸茸的，火红色在帝君的一袭白衣上分外耀眼。帝君冷眼瞧着他的举动，转而看向西海二皇子。身为昆仑虚的弟子，散播流言，成何体统？帝君语速缓缓，最后一句却咬字分明：“是在下失言。”蝶风不亢不卑地认了错，接着说道：“西海与青丘本是世交，家父此番寻青丘长辈议事，在下见小殿下落单，看殿内闷热，方带小殿下出来透个气。正好在下是知音，现在的白浅上神故交，小殿下热情开朗，并不与在下分生，遂聊开了。”热情开朗。帝君不以为意地重复了这个词，看来是我在太晨宫避世太久，竟不知现在的仙界谁都可以当考核官来评价君主。在下不敢，只是白衣上神当初在下家中就开始收拜帖，身为故友，与青丘女君没那么见外。蝶风目光灼灼，回答的风度翩翩。一想到自己的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急着把自己嫁了的事，凤九就有些恨不能晕死过去。他觉得今天一定是倒了血没了，才偶遇帝君，还在这样尴尬的情况下被抓包，还竟然扯到那么丢脸的往事上去了。凤九低头咬着唇，手躲在背后绞着手指，轻轻摇晃起身子。帝君听着蝶风的言语，眉头紧锁，转眼看见凤九的样子，忽而玩味地追问：“说起收拜帖，白衣可有向谁提过亲？”蝶风一愣，动作很轻微，却也没逃过帝君之眼，
小殿下轻视容颜，身份尊贵，上门提亲的都踏破门槛，上神怎可能主动示好？能让白衣上神提亲的，必定不是一般人，只恐这世间不存在。没错，的确不是一般人。帝君远眺湖面，淡淡的搭话。凤九尴尬的恨不能先遁了，略略抬头偷瞄一眼帝君，看见他竟可以这般面不改色的夸自己。果然他白凤九不止没见过他杀红了眼的样，更没见过他羞红了脸的样，这两样可能他此生都见不到了。今日原是陪小殿下解闷，聊及往事，弟子念及过往，一时感慨世态。这命里有时终须有。蝶风顿了顿，并不避讳帝君的目光，补完了下半句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凤九怀疑在突然风起之前，从帝君的眼里看到了一丝杀机，但这没来由的疾风刮得他眯上了眼。待他在睁眼时，帝君飞舞的白发缓缓垂落，露出棱角分明的脸颊。凤九仔细分辨，却从平静如水的眼神里看不出一丝波澜。帝君没有再说一句话。蝶风带着昆仑虚弟子特有的谦逊与自持，向帝君行礼，在下告辞。说罢就转身离去。凤九巴巴地看着蝶风的背影，心想明明是你在放八卦消息，你怎么把我一个人抛这里自己跑了？他不敢抬头，不知该怎么面对帝君。你一个青丘女君，和西海皇子跑到这偏远的地方私相授受，可知廉耻？倒是帝君先开口，打破了沉默。啊，并不是帝君想的那样的。凤九连忙摆手辩解，我只是听蝶风说起姑姑，所以想多知道些昆仑虚的故事，不知不觉走到了这里，也不曾想到会在此处遇见帝君。看来是本帝君打扰了你的兴致。没有。凤九觉得自己枉做了300年的女君，以为自己有足够的底气来面对故人，却在一瞬间结巴了。我以为帝君回太成功了，帝君怎会在此？偶然路过。凤九左右看了看栈道，盐湖也就这一条路，怎么之前没看到帝君？西海二皇子日后会继承水君之位，是个不错的人选。啊！凤九惊讶地抬头，才发现帝君看起来像是在发问：蝶风吗？他可是跟我姑姑一辈的人呢，比我姑姑都大好几万岁。凤九急急忙忙分辨，方才蝶风说的在西海就收拜帖的话，怎么听起来都像容易误会的样子。你嫌他老？帝君背对着凤九，迎风伫立。不，凤九忽然意识到不能用年龄做推辞，就改口说道：我今日与他初见，着实不知他为人如何，只是看着不像个坏人。墨渊上神收弟子的眼光还是值得信任的。帝君无言，凤九偷偷望着他的背影良久，不知是走是留。他以为他已经忘了他，但他今日才知道他有多么盼着见他。可蝶风形容墨渊的话倒是点醒了他，命里无事。墨渊很帅？背影发问。听到这个问题，凤九像被雷劈了一样。你不是说偶然路过吗？你到底听到了多少？没等凤九回答，银发飞舞间又飘来一句：比他还帅的神仙没几个。凤九。帝君终于转过身来，定定地望向凤九。凤九有些害怕地往后退了半步。说出这般话，就不怕丢了青丘的脸面？你常年累月住在狐狸洞里，没见过世面，空了常来九重天走走，也好开开眼界。凤九被帝君这么一说，也觉得方才失言，不符合女君的身份。正在这时候，栈道上远远走来几个小仙。方才和西海二皇子八卦去了，没注意形象，被帝君质问后，觉得孤男寡女在这偏远的地方确实举止不宜。眼下和帝君再被撞见，怕是流言要飞出天际。他这女君真是百口莫辩了，索性从一开始就减少事端。凤九连忙躲到帝君身后，两人碰巧都是白衣，帝君高大威武，躲在他身后，借着树枝遮掩，也不容易被发现。帝君一直站定，像是懂得凤九的心思，默默等着小仙们走近。见过东华帝君。齐刷刷的问候近在咫尺，凤九忍不住把头又埋得深了点，感觉到帝君的衣袖动了动，应该是示意小仙们起身。凤九忽然觉得自己脖子被拎了起来，等他意识到是怎么回事的时候，他已经被帝君从身后拖到了一众小仙面前。走路看仔细点，别老往怀里撞。帝君留下一句话就先顿了。
凤九脑袋轰得炸了，被曝光本就足够悲惨，我明明是躲你身后，怎么就成了撞你怀里？凤九抽搐着看向小仙，小仙们迅速收敛了惊讶八卦的目光，恭谦的施礼，见过青丘女君。那个，凤九很想解释，可眼下小仙们并没有发问啊，自己主动解释不是越描越黑吗？凤九只好讪讪地说：“诸位请起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一步。”说罢也先遁了。次日，东华帝君和青丘女君在天君寿宴上私会的八卦爆炸性地传开了，具体内幕卖到了一筐蟠桃换一句话，有几位小仙赚得钵满盆满。过些时日，大家总算根据只言片语里出了个经过。那天地共主和青丘女君是心意相见，只是不知何缘尚未公诸于世，怕是东华帝君这种怕麻烦的神仙懒得举办婚礼一堆习俗，直接隐婚了。听闻传言的凤九欲哭无泪，面对不了青丘亲人和民众的目光，只得坐到江心亭里隐隐叹气，那叹息从铜镜里飘出，铜镜被收进袖中，主人的嘴角隐隐勾起个弧度。东华帝君侧坐在榻上，手里翻着一卷佛经，忽然对一旁整理文案的司命说：“速去迎客。”司命惊诧：“迎客？这太晨宫难不成还能有拜访者？今天是什么日子？”帝君的眼神从卷轴上抽离，投向了司命。司命一个机灵，赶紧说：“小仙这就去宫门口恭候。”“不必了。”一个声音在殿内响起。司命扭头一看，竟是墨渊上神，连忙作揖：“小仙不知尊驾降临，有失远迎。”墨渊不语，直接上座。司命忙不迭地唤来宫女上茶。东华帝君慵懒地问：“你竟能这样跑出来偷闲？昆仑虚不管了？”坐下，弟子在打理，不必费心。”墨渊说道。想起老友的弟子，东华皱了皱眉头。墨渊发觉了东华的神情，问道：“你有何见解？”“只是羡慕你弟子诸多，为你分忧解劳。”帝君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无奈。司命心下一沉，莫不是自己不中用，不能分帝君的忧，解帝君的劳？果然，他听见帝君接着说：“想当初我立个节，还硬生生被编写少了18年。”司命一个寒战，记仇，真记仇。这都过去多少年了，边想着边准备脚底抹油，悄悄退下。